不怕与美国翻脸，土耳其计划与俄罗斯合作研发隐身战机，他们能成功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局长伊斯梅尔·德米尔披露，土俄两国就多方面的合作展开了磋商，包括研发 TFX 战机。这款战机呢，原定于2023年问世，现已确定发动机型号以及航电系统、火控系统、飞控系统。不过，相关系统有待升级改造。期间，土方可能与俄方就战机的配套系统的本土化等具体事宜呢进行相应的磋商。从土耳其的这位官员所提的一些合作项目来看，土耳其要想自己研发 TFX 战机啊，难度是相当大的。除了机体这个壳子，它有可能自己敲出来，而敲出这个壳子隐身效果怎么样，不得而知，因为它的测试手段非常有限。因为要想研制隐身战机，你的基础测试条件要包括微波暗室以及地面上的大型的测试平台。那么这些东西，土耳其有没有？不知道，是吧？如果没有，它可能要依托其他国家来帮它进行测定。就算壳子能够搞出来，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动力系统和机载的各个系统。航电系统呢，土耳其可能自己搞一部分，但雷达呢，尤其是有源相对雷达，土耳其的水平如何？这是要打一个大大问号的。那么依靠俄罗斯帮助干吗？俄罗斯本身在现在的战斗机机载雷达系统的研发方面并不是说非常先进。即使把俄罗斯这些技术转移给它性能呢也会打一个折扣。另外，飞控系统，特别是电传操纵系统的研制是非常难的土耳其过去没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它必须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开发当然，这里面还有什么导弹呐，是吧？这个各种各样的光学探测装置啊等等，这些可能土耳其部分有，部分没有，也需要由俄罗斯给它提供。那么最关键的发动机呢？这位官员讲，发动机已经基本确定了。我们知道，土耳其提出的 TFX 战机啊，是个双发的隐身战斗机。那么两台发动机，它的起飞重量呢，又是中等的，因此可以推测出它的最大推力大概在8-9千公斤这个范围之内。这样的动力系统，世界上可不多。美国的 FC-04、FC-14系列是一个，俄罗斯的AD-33系列是一个。当然，它可以依托英国和法国给它提供相应的先进涡扇发动机，比如说EJ200以及法国的 M88那么这些动力系统的问题解决之后，它是不是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先进的水平呢？就第4代的隐身战斗机而言，如果它的最大推力达不到8-9千公斤，推动比达不到10恐怕也就是一个相对落后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如果它和俄罗斯联合开发，会不会放弃自己的 TFX 方案，转而选择俄罗斯的苏75来联合研制呢？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土耳其说到底它是缺乏自行开发先进战机的能力的。不要说隐身战斗机，就是第3代的战斗机它都没干过。现在一步跳到第4代，这个难度可想而知。那么如果和俄罗斯联合开发同样属于中等隐身战斗机的苏75将军，那么这个进度恐怕就比较有保障了。那么如果他坚持要搞自己提出的 TFX 战机方案，这个周期相对来讲就比较长了。如果他把首飞时间定在2025年，
交付土耳其空军的时间定在2029年。从目前土耳其本身所具有的技术能力来看，这样的时间节点过于乐观，很可能会一拖再拖。何况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实力不是那么很强，无法为这款战机呢投入相应的这个经费。更大的可能性就是俄罗斯出人，土耳其出钱，双方合作，而且这个钱还不能少出了，因为俄罗斯的相关设计部门可以借此机会从土耳其大大的敲一笔经费，从而为他发展自己的苏75隐身战机呢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双方的合作可以说各取所需。如果土耳其买不到美国的 F-35隐身战机，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开发下一代的先进战机，而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它目前唯一能借助的就是俄罗斯了。当然，中国也是它的一个选项，但是中国是否会和土耳其合作开发这款中型的隐身战机，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成功的开发出了跟它同量级的 FC-31。你要想尽快的拿到隐身战机，除了向美国购买，就是找中国合作，是最有效也是周期最短的途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